今天我和王浩结婚，在丽都酒店。爸妈，3年了，你们还是不原谅我。王浩，那个1个月挣5000块的穷小子，你让我怎么放心把你交给他？爸，我只是爱他这个人。珊珊，你在家里锦衣玉食，家里市值800亿的公司等着你继承，现在你要出去跟他过苦日子。我不要家里1分钱，我自己挣钱。3年，你们给我3年时间，我会证明王浩是一个值得托付的好人。你走出这个门就别再回来。珊珊，我们2个也谈了这么久恋爱了，你什么时候带我见见你父母？我父母不太方便。那你父母在哪里上班？他们在老家。珊珊啊，珊珊，你家就穷得这么拿不出手吗？丽都酒店，好耳熟。钟叔，帮我查一下。丽都酒店是苏氏集团旗下的产业。把东西都准备好。保时捷卡宴，城西别墅的房产证，6000万存折，翡翠首饰1套，现金200万。苏氏集团5%股份。等等，把我书房那套祖传翡翠手镯也加上。夫人，那套传了4代，您说要等小姐生了孩子再给。珊珊在外面吃了3年苦，我这个当娘的不能让她嫁过去被人看轻了。各位亲朋好友，这丽都酒店可是一座难求。我们家王浩为了招待好各位亲友，托朋友插队才定下的这间酒店，大家吃好喝好玩好。珊珊，你爸妈到底什么时候来？这都几点了？宴席马上开始了，你们家一个人都没到。阿姨，他们应该来不了了。哼，什么家来不了了？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自己亲生父母都不出席。你这种来历不明的女人，要不是浩浩喜欢你，休想进我们王家的门。我今天就替你父母好好教下规矩。要进我们王家，就先得把规矩立好。希望你不要浪费你婆婆的一番苦心。算了算了，这也是我们家王浩有本事找的媳妇儿，不要彩礼，不要3金，倒贴着也要嫁进来。王浩，你就这么听着。妈，你说这些干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他爸妈不来，我说2句怎么了？行了行了，都少说2句。有请新郎母亲为新娘送出见面礼。哎呀，珊珊今天真不容易。来来来，按规矩，长辈得给见面礼。这可是我们王家的传家宝，祖上传下来的，专门给儿媳妇的。阿姨，有点小，戴不进去。新镯子都这样，忍一下。王浩真的太紧了，我手疼。妈，您别生气，珊珊就是太娇气了，我来说她。我妈把我拉扯大不容易，你就当是为了我顺着我妈一点。这不就进去了吗？娇气什么？出息了。没事儿，破点皮而已。你看，这不戴上了吗？这说明我妈认可你这个儿媳妇了。珊珊，我跟你说，进了王家的门就得守王家的规矩。珊珊，趁今天亲戚都在，我把话说清楚。婚后你们就跟我们老2口住，家里2室1厅，够你们小2口住了。叔叔，我和王浩说好的，婚后我们自己住。王浩一脉单传，不能离了家。还有一件事，1年之内你得给王家生下嫡长孙，不能断了香火。叔叔，这件事我们想顺其自然。顺其自然可不行，我跟你爸等着抱孙子呢。你婚后就把工作辞了，趁着年轻留在家里带孩子。辞工作？王浩刚升了公司主管，正是往上爬的时候，你得做好后勤工作，在家相夫教子，伺候好公婆，这才是当媳妇的本分。叔叔，我有自己的工作。你那工作1个月能挣多少钱？4000、5000，够干什么的？王浩现在1个月小2万，养得起你，你就安心在家，把家里操持好。就是，
女人嘛，相夫教子是正事儿。你要是出去上班，谁伺候我们老两口？谁给我生大胖孙子？王浩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求婚前你怎么跟我说的？珊珊，我爸妈年纪大了，就我一个儿子，我们不孝顺他们谁孝顺？可是你答应过我的。珊珊，你就不能理解一下吗？我爸妈想抱孙子有错吗？他们想让儿媳妇在家伺候着有错吗？我妈当年就是这么过来的，怎么到你这儿就这么多事儿？口说无凭，把这协议签了，1年内生嫡长孙，辞职伺候公婆，白纸黑字写清楚。还要签协议？珊珊，你要是不签字，就是不爱我。我爸妈本来就因为你的身世不明不同意咱俩的事，是我一直在说你的好话，你就签个字都不愿意。珊珊，你就当是为了我，顺着我爸妈的意思行不行？他们也不容易。那我呢？我的工作呢？我的人生呢？什么你的人生？你嫁给我了，当好王太太就是你的人生，这还不美好吗？行了行了，别摆着那张脸了。这不愿意那儿不肯的，你当自己是千金大小姐呢？你看看人家老李家的儿媳妇，陪嫁了一辆20万的车，还有你三婶家儿媳妇，陪嫁了10万块钱加一套家具。哼，你再看看你，什么都没有。要我说，你这种没爹没娘的东西，保不齐就是个见不得人的野种。结婚连个娘家人都没有，谁知道你什么来路？阿姨，我有父母在哪儿呢？你倒是叫出来给我看看啊！3年了，我从来没见过你爸妈，是你妈跟人跑了，还是你爸坐牢了？我们家浩浩不嫌弃你的家庭，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你还在这儿挑3拣4，你配吗？我看你根本就不配当我们王家的儿媳妇。把东西还给我！阿姨，你轻点，手还在流血。什么货色，也配得上我们家祖传的东西？妈，妈，你没事吧？你别生气了，你的身体最要紧啊。儿啊，还好你没有娶了媳妇儿忘了娘。我妈有高血压，你就消停点，别让我妈生气了。行了，长辈们都敬完了，按规矩你还得给我和你公公敬一杯。哎呀，你这结婚当天就见血，多晦气！磨蹭什么呢？矫情，不就是敬了3桌子酒吗？跪着敬。这是我们王家的规矩，新媳妇儿进门得双膝跪地给公婆敬酒。跪着？怎么不愿意？我们王家的儿媳妇儿哪个不是这么过来的？这是规矩，你不跪就是不认我们王家。王浩，你是知道的，我的膝盖半月板破裂是当初为了把你从大货车前面救回来导致的。一点小事你又拿出来说，有完没完？不就是半月板破裂吗？我爸妈只是让你跪一小会儿敬个酒而已，至于？我苏珊珊不跪。王浩，我今天真的是看透了你们一家。当初我是怎么瞎了眼爱上了你？我新娘子这是翻脸了，有好戏看了。我倒要看看，谁敢让我苏氏集团唯一继承人下跪！苏氏集团。珊珊，爸爸妈妈来迟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把嫁妆拿进来。苏氏集团陪嫁，保时捷卡宴1辆，城西别墅1套，房产证在此，6000万存折1份，翡翠首饰1套，现金200万。苏氏集团5%股份，6000万。那个苏氏集团，全市首富那个苏氏集团。呀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们这是犯法的！你就是我女儿的未婚夫王浩。是我。你还敢打我儿子？打他就打他了，还需要挑时候吗？刚才在门外，我听得一清二楚，让我苏氏集团的继承人下跪敬酒，你们王家好大的威风！你算什么东西？凭什
凭他糟践我的掌上明珠。糟践？谁糟践谁了？你女儿倒贴了3年，我们说什么了？现在你们跑出来装大尾巴狼！哼！浩浩他爹，你起来！我们王家凭什么给他们下跪？我算看明白了，你们就是在演戏，装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们是骗子，雇几个穿黑衣服的，拿几本假证就敢来冲首付，你当我是吓大的？再说了，真有钱会让女儿穿200块的破裙子？真有钱会让女儿3年住出租屋？真有钱会倒贴嫁给我儿子吗？到底是听听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还有你这身香奈儿，高仿的吧？差点被你唬住了。你被我说中了吧？编不下去了吧？儿子别怕，妈在这儿。今天我倒要看看这帮骗子能演到什么程度。妈，可是珊珊她……你动动脑子，首付千金跟你挤3年出租屋，你见过吗？王浩，你也觉得我们在演戏？我妈说的也有道理，3年了，你从没说过你家有钱。原来你王浩是这样想我的，当我3年真心为了口。哟，这玩意儿还怪好看的嘞，可惜呀，就是假的，就算做的再真，也是没人要的赝品。放下！你们看看，你们看看啊，这颜色绿不绿，白不白的，跟啤酒瓶子底儿一个色儿，地摊上10块钱一串，看着是有点不像真的。像真的就怪了，人家老李的翡翠儿媳妇戴过，那个通透劲儿跟这个完全两码事。王太太，你最好放尊重一点。尊重？你们骗人还有理了？城西别墅哪个城西？棚户区那个城西吗？6000万，你们知道6000万摞起来有多高吗？就你们这穷酸样，也敢写6000万？妈，要不先别说了。儿子，你傻呀！他们这是在骗婚。今天要是被唬住了，明天他们就该开口跟咱家要钱了。骗婚？阿姨，您最好可以为您今天说过的话负法律责任。哟，还护上了？你爸妈带着一群托儿来演戏，还不让人说了？我告诉你们，这套把戏我见多了，先装有钱人唬人，然后说考验真心要彩礼，最后卷钱跑路。你们是不是下一步就该开口要钱了？我告诉你们，这套把戏我见多了，先装有钱人唬人，然后说考验真心要彩礼，最后卷钱跑路。你们是不是下一步就该开口要钱了？还有这个200万，假钞，拿假货来充面子，真不要脸！我说什么来着？骗子就是骗子，演的再像也是骗子。我本来不想说什么，但事到如今，我也算是看明白了。珊珊啊，就算你家穷，我们王家也不嫌弃你，犯不着让你爸妈装有钱人。你们苏家，说到底就是想高攀我们王家。高攀？不然呢？你们女儿跟了王浩3年，图什么？不就是图王浩有前途吗？现在眼看要结婚了，怕被我们看不起，就搞这么一出戏。就是。我们家王浩，名牌大学毕业，刚刚升任大公司主管。你们女儿呢？1个月挣4000块的小职员。说实话，要不是王浩喜欢她，这婚事我们本来就不太同意。现在你们搞这么一出是想干嘛？想让我们觉得自己高攀了？我告诉你们，没用。我们王家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，但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。当家的说得对，就你们这穷酸样，还想让我们高看你们一眼，做梦！说完了。说完了？怎么，你还想打人？打你不至于。夫人，你说这出戏还要不要继续看下去？既然人家演得这么卖力，不看完整，是不是不太礼貌？我让你们装！你假钞配假酒，绝配！我还当王家难得大方一回，原来是假酒啊！我就说这味道怎么不对？怎么样，心疼啦？假的有什么好心疼的？哟，还有金条呢！这么硬，做的挺像那么回事儿。现在假金条多的是，网上几10块钱一根，要多少买多少。哎呀，
你们听听这声音，真金是沉甸甸的，摔地上是闷响。你们这个呢，重的跟砖头似的，还把老娘假牙给咬掉了。珊珊，我知道你想嫁给我的心急切，但是也不该装有钱人骗我们王家。闹够了吗？闹！我这是在揭穿你们这群骗子！珊珊，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。看清楚就好。珊珊啊，珊珊，我真没想到你爸妈会做到这个地步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心里清楚。我知道你们家想让你嫁给我，特别想。珊珊，你跟我3年，你爸妈怕我嫌弃你家穷，就搞这么一出，装有钱人，想让我高看你们一眼。叔叔阿姨，你们何必呢？珊珊，你们家什么条件我能不知道？你们租这些衣服，请这些穿黑衣服的人得花多少钱？借钱充面子值得吗？王浩，你觉得我爸妈在演戏？不是我觉得，是事实摆在眼前。你们要是真有钱，早拿出来了，用得着等到今天？儿子，你早该醒悟过来呀！亲家，不是我说你们，你们这样搞，真没必要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听我一句劝，家里穷没关系，但不能走歪门邪道。你们以为租个西装、租个香奶奶就能骗过我了？叔叔，我是在大公司当主管的人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？你们这一套太假了。这样吧，我也不为难你们，你们把这些东西收起来，当着所有亲戚的面道个歉，说你们错了。我再考虑要不要继续和珊珊结婚。说完了。叔叔，我是在给你台阶下。珊珊，你这3年就为了这么个东西？你说谁是东西？珊珊，你这3年就为了这么个东西？你说谁是东西？你算老几？在我面前装什么装？你们不是有钱吗？不是首富吗？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些假货能撑到什么时候。这一套淘宝上100块钱能买一堆，你们拿这种东西来骗我？哎呀，还有这个100块都不到吧？这是苏家祖传的翡翠手镯，老坑玻璃种，传了4代，价值3000万。3000万！你们听见没有？3000万！3000万！你吓唬谁呢？你当我没见过翡翠啊？就这破玩意儿，地摊上白送我都不要！你张嘴就是3000万，想讹谁呢你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们就是想骗钱，先装有钱人，再拿假货充传家宝，现在被砸了就狮子大开口，3000万！你们怎么不去抢银行啊？就是，这套路我见过，先给假货，等对方不小心弄坏了，就讹一笔大的。你们这是讹人！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你们只是要面子，没想到是要钱啊！你们太过分了！你们还装，还在装！我今天非要把你们这些假货全部拆穿不可！老子让你们装！这种假证我见多了，棚户区的破房子也好意思写城西别墅，丢人！珊珊啊珊珊，你是当我们王家是傻子吗？今天我就要告诉你，我们王家不是好欺负的。假金条，网上几10块钱一根的东西也好意思拿来充数？还有这个，苏氏集团5%股份，你们怎么不写100%呢？把那辆车钥匙也砸了，假的！这种假钥匙，拼多多9块9包邮，6000万，你当拍短剧呢？看见了没有？你们这些东西，我全砸了，全部赔下来，最多也就我半个月工资的事儿。看看，全拆穿了，这些假货一件都别想留。就该这样，骗子不揭穿，他们还以为咱们王家好欺负。珊珊啊珊珊，我是真没想到你会做出让爸妈出来装有钱人的事。狗不嫌母丑，儿不嫌家贫，这句话你没听过吗？你家穷就穷呗，我又没嫌弃你。就是，你爸妈这么大岁数了，你让他们出来丢人现眼，你还是个人吗？珊珊，我是真的为你感到悲哀。你连自己的父母家境都不敢认，我真的是瞎了眼，跟你这种女人在一起了3年。看看你妈，穿个香奶奶高仿，戴个假翡翠，站在那儿装阔太太，丢不丢人？联系集团法务，是苏太太。哟，还演呢？法务？你们还有法务？装，接着装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装到什么时候。叔叔阿姨，我劝你们别折腾了，今天这事儿你们道个歉，把东西收拾干净，咱们好聚好散。非要闹到警察那儿去，丢人的是你们自己。让法务部准备起诉乔建，故意毁坏财物，一家3口一个都别漏。是苏总。李律师，苏董说了，准备起诉材料，故意毁坏财物，涉案金额
初步估计8000万以上。李总，我来了。小刘，我让你准备的深海珊瑚珠怎么样了？李总，买好了。不过120万是不是太贵了？贵什么贵？你知不知道，苏氏集团的苏董，他的独生女儿今天在丽都酒店秘密举办婚礼。苏氏集团，那个权势首富的苏家，不然还有哪个苏家？平时你想见苏董一面，那叫难如登天。那倒是，人家那个级别，咱们连门都摸不着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他女儿秘密结婚，知道的人少，去的人更少。我要是第一个到场道贺，苏董能不记住我？所以您要送珊瑚珠？对，苏董不缺钱，普通东西他看不上眼。深海珊瑚珠，稀罕货，有面子。他一看就知道我李某人是有诚意、有眼光的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必须抓住。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吗？把我保险柜里那套翡翠也拿出来，还有那瓶50年茅台，统统带上。那套翡翠您一直没舍得动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只要能让苏董记住我，什么都值了。快去准备，把迈巴赫开出来，排场撑足了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等等，到了酒店机灵点儿，看苏董脸色行事，别给我丢人。李总放心，苏氏集团，我就不信这次拍马屁还能拍到马腿上。李总，是您吗？您怎么亲自来了？苏董，哎呀，苏董，我是赶来给令千金贺喜的。万丰集团的李总，是的，是的，苏董好记性。您看看这个深海珊瑚珠，不值什么钱，就是觉得这颜色喜庆，配令千金的大喜日子，图个吉利。在您面前献丑了，您别嫌弃。苏董，还有这套翡翠，我知道入不了您的眼，就是觉得万一令千金喜欢呢，您千万别见笑。李总有心了。苏董，您这么说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就是一点小心意，您能收下，那就是给我天大的面子了。苏董，还有这瓶酒，50年陈酿，不值几个钱，就是年头久了点儿。您要是哪天想喝2杯，我陪着。李总准备的太周全了，只可惜现在怕是用不上了。李总，这个新郎是我们公司市场营销部新任主管，造孽啊！希望苏董不要因为这小子迁怒我们万丰集团。妈，这位好像是我公司的老总。哼，老总，浩浩，你怕不是认错人了吧？你老板能对那个穷酸丫头他爸点头哈腰？我看啊，这个也是他们请来的演员。我说你呢，你也是他们请来的托吧？这位太太，您也不想您的儿子被辞退吧？我儿子可是大公司的主管，前途无量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敢辞退我儿子？妈，别！我看你的心还是向着苏珊珊，真的是有了媳妇儿就忘了娘。哟，这还有珊瑚珠和翡翠呢。妈，求你了，别砸了。一群骗子，演得还挺全乎。可惜呀，遇上我，算你们倒霉。怎么样，全砸了。你这个蠢货，你闯下大祸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送的那瓶50年茅香12万，深海珊瑚珠120万，那套翡翠80万，你妈全给我砸了。120万，你以为这就完了？你砸苏董的东西呢？传了4代的翡翠手镯，老坑玻璃种价值3000万，6000万存折被你撕了，保时捷车钥匙被你踩扁了，诚信别墅的房产证被你撕了，居然都是真的。苏氏集团市值800亿，苏董手指缝里露一点，够我万丰集团干3年。你
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也敢砸苏家的东西？你也配？哎，你这个人怎么回事？你凭什么骂我儿子？你闭嘴！200多万，你吓唬谁呢？就那破珠子破酒，值200多万。发票在我秘书手里，要不要现在拿出来给你看？李总，发票在这儿。苏董，您稍等片刻，这件事我先处理一下。王浩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从今天起，你被万丰集团解雇了。李总，我在公司干了5年，刚升的主管。主管？你现在什么都不是了。你的工卡、门禁卡、公司配的电脑，明天之前全部交人事部。李总，我求您了。这份工作是我好不容易，好不容易，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干了什么？你砸了苏董8000万的东西，你还想让我留着你？求求你，不要开除我的儿子！是我这个老太婆永远不是泰山。从今天起，王浩跟万丰集团没有任何关系。苏董，我已经把王浩开除了，他跟我们万丰集团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他今天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他个人的行为，跟我们公司无关。真的，居然都是真的。3000万的翡翠手镯，6000万的存折，都怪你，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害的！我说了多少遍，那是我老板，你非要说是演员，非要砸，非要闹。现在好了，我被公司开除。好，妈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就知道瞎闹。我差点就是苏氏集团的乘龙快婿了，现在全被你们毁了。王浩，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？你也别装好人，你刚才不也跟着一起砸？房产证是你撕的，你，珊珊，我错了。都是我爸妈跟着瞎胡闹，我是被他们带偏的。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王浩，你到现在还在怪别人，你妈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你什么时候听我说过一句话？珊珊，是我老太婆的错。你开！王浩，那是你妈。珊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珊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珊珊，3年，我们在一起3年了，你就真的这么狠心吗？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以后一定改。你说什么我都听。原来王浩这媳妇儿是苏氏集团的千金小姐啊！这王浩是撞了什么大运？可不是嘛，苏氏集团啊，全是数1数2的名门。这要是娶进门，王浩这辈子可就不用愁了。运气好有什么用？你看看这一地的东西全砸了，8000万的嫁妆啊，就这么没了。这叫什么？叫有福不会享。人家千金小姐下嫁，他们王家倒好，又打又骂又砸，硬生生把人赶走了。可不是嘛！我刚才可是看得清楚，把人家手腕都勒出血了，还让人家跪着敬酒。现在好了吧？工作没了，媳妇儿没了，还得赔人家8000万，这就是命，穷命，给座金山都守不住。你们少说2句行不行？没有我们浩浩的人脉，你们这些人能在丽都酒店吃上一顿吗？也就你们把丽都酒店的席位当个宝，人家堂堂苏氏集团旗下哪一个产业不比丽都酒店大？就是，人家千金小姐下嫁，那是你们王家祖坟冒青烟，你们倒好，亲手把祖坟给刨了，真的是差点让你们过上好日子了。你们别走啊！份子钱还没收呢。都这样了，还惦记份子钱呢？你们吃饭不给钱啊？酒席都上了，份子钱得留下。你可拉倒吧！我们随的份子钱还不够你们赔人家一个零头。大家别走，我打电话叫经理过来，今天的事酒店会负责的。喂，张经理吗？我是办婚礼的王家，这边宾客都要走了，你快来帮忙稳住一下。张经理马上到，大家稍安勿躁。
苏董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不知道您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罪过。张经理，是我打的电话。张经理，起来吧。苏董，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。这酒店是您苏氏集团的产业的，您就是我们的董事长，我哪敢在您面前站着说话。丽都酒店是苏氏集团的。王浩他爸刚才还说托朋友插队才订到的，可不是嘛？人家苏氏集团旗下多少个产业，丽都酒店怕是排不上号。这么大的酒店，竟然也是苏家的。你们王家可真行啊，住在人家酒店里，打人家女儿，还让人家跪着敬酒，脸可真大。快上去说点好话。哎呦，亲家母，你看这事儿闹的都是误会。亲家公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亲家母，你看珊珊跟我们家浩浩都处了3年了，这感情多好啊！亲家母，我也说句实在话，珊珊这孩子跟我们家浩浩谈了3年啊，不是3天。这女孩子家的青春多宝贵，你说是不是？珊珊现在年纪也不小了，离开浩浩再找下一家，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。你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这事儿闹成这样，对珊珊名声也不好。与其这样，不如咱们坐下来好好商量。我们已经很大度了，还是要娶嘛。就是，苏董，你女儿跟我们家浩浩都同居3年了，这传出去也不好听。我们家浩浩负责任，不会亏待珊珊的。哎呦，刚才还骂人家是野种呢，这会儿倒装起好人了。什么叫不嫌弃？人家是苏氏集团的千金，需要他们不嫌弃？听这口气还拿捏上了，好像人家女儿离了他们家就嫁不出去似的。我苏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，求娶的人都排队排到法国去了，不劳你们操心她嫁不嫁得出去。亲家母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哎呀，你干什么你？苏董，您别生气，我老婆子不会说话，我替她给您赔不是。我就是想说几句话。珊珊，你听我说，珊珊，你就这么狠心吗？你们别碰我儿子！苏董，你听我解释啊！亲家母，亲家公，你说够了没有？既然今天这么多人都在，有些话我就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。3年前，我女儿珊珊看上了你们家王浩，那时候珊珊刚大学毕业，苏氏集团800亿的资产等着她继承，全市排着队的豪门世家，谁不想娶我苏家的女儿？可她偏偏看上了王浩，1个月的工资5000块，租着城墩村隔断间的王浩，我和他爸不同意，我们怕他吃苦，怕他受委屈。可珊珊怎么说？她说：“爸妈，给我3年时间，我会证明王浩是一个值得托付的好人。”为了这个值得托付的好人，他放弃了苏氏集团的继承权，放弃了别墅、豪车、锦衣玉食，净身出户，跟着王浩住进了城墩村的出租屋。他是放弃了800亿，跟我住的出租屋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还没完。这3年，
珊珊没有用过家里1分钱，连我不忍心看她跟着你受苦，偷偷接济她的钱都原封不动给我打回来。你们看看这双手，这双手，以前弹钢琴、画油画，现在呢，洗衣、做饭、刷碗、擦地。我早就知道会这样。3年，1000多个日夜，她从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千金大小姐，变成了什么都会做的家庭主妇。王浩这小子真的是走了狗屎运，千金大小姐陪他吃苦。还好啊，王浩一家子不是个什么善长，把到手的豪门女婿都给闹吹了。他们王家就没有享福的命。珊珊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挤地铁上班，晚上回来还要买菜做饭。她跟我说过，妈，我不后悔，王浩对我好，值得。可今天我倒是想问问，王浩，你对得起他吗？你说他离开你再找下一家不容易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你王浩，珊珊只会过得更好。张经理，苏太太，您吩咐。把今天宴会厅的监控调出来，我要看看我女儿今天到底受了多少委屈。不行，不能调监控，这是侵犯隐私。对，监控不能随便给人看，这是违法的，我们要告你们。侵犯隐私？这里是苏氏集团的产业，苏董看自己家的监控，天经地义。不能看，求你们别看了，看了就全完了。保安室，把宴会厅今天的监控录像送到我手上，马上。你们不能这样，你们这是仗势欺人，欺负我们小户人家。张经理，监控录像调出来了。苏太太，您请过目。你们好大胆子，居然敢如此对待我的掌上明珠！苏阿姨，苏叔叔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王浩，我问你几个问题。今天婚礼上，你妈骂我女儿是野种，是倒贴货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我当时你在低头刷手机，你连头都没抬一下。你妈拿那只生锈的镯子硬往我女儿手腕上套，勒得血肉模糊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你在旁边看着，你还说没事儿，破点皮而已。我女儿膝盖半月板破裂，是为了把你从大货车前面救回来。可你妈逼她下跪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我当时……你说一点小事至于吗？你的爱，就是看着她被你爸妈欺负，看着她流血流泪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们抖什么？现在知道怕了？刚才骂人的时候，砸东西的时候，不是挺厉害的吗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去家公，去家母，去家公，去家母，是我们老糊涂了，我们永远不识泰山，我们不是人。我们老糊涂了，求求你们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珊珊这孩子我们喜欢，我们真的喜欢，求求你们不要拆散他们俩。你们喜欢？刚才骂他野种的时候，怎么不说喜欢？那是我嘴贱，我嘴贱，我以后再也不说了，我改，我一定改。你们跪也没有用，我苏氏集团的继承人，不是你们想欺负就欺负，想娶就娶的。
受苏氏集团董事长苏国栋先生委托，现就王浩、王建国、李秀兰一家3口故意毁坏财物一案，正式宣导律师函。经现场清点评估，被毁财物包括老坑玻璃种翡翠手镯1只，价值3000万；6000万存折1份；城西别墅房产证所对应房产估值2000万；保时捷卡宴车辆认购凭证价值300万；现金200万元；苏氏集团5%股份；股权书估值1000万；翡翠首饰1套估值500万。以上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8000万元整。此外，根据刑法第275条，故意毁坏公务财物，数额巨大，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还要坐牢？苏董的意思是，给你们3天时间，8000万全额赔偿到位。刑事部分可以酌情考虑，如果3天之内拿不出来，那就法庭上见。苏董，律师函已宣读完毕。8000万，我们上哪儿弄8000万啊？砸锅卖铁也不够啊！8000万，8000。苏董的事说完了，该我了。小刘，把咱们的损失也报一下。万丰集团李总送贺礼1份，包括50年毛香1瓶，价值12万元；深海珊瑚珠1串，价值120万元；老坑翡翠首饰1套，价值80万元。以上合计212万元。王浩，你妈砸我的东西，这笔账你也跑不了。200多万，加上8000万，8200多万，我们这辈子也还不起呀！咱们赶紧走吧，别等下他们开口借钱。对，快走快走！我们可没沾他们王家什么光，别找我们借钱！你们别走啊，都给我回来！你们都还没交份子钱呢！走，跟我没关系。快！3天时间，8000万，拿不出来，法庭见。是我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骂人，是我砸东西，是我拿镯子勒珊珊的手腕，跟浩浩没关系。对，是我们老两口的错，浩浩他是无辜的。浩浩他是受了我们老两口的怂恿才砸的东西，你们要告就告我，抓我去坐牢，别碰我儿子。浩浩，妈对不起你，妈不该闹。你放心，爸妈去坐牢，你在外面要好好的。那你们去吧。父母替亲儿子去顶罪，答应的这么痛快，还真是王家养的好儿子啊！浩浩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东西是你们砸的，骂也是你们骂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爸妈已经进局子了，珊珊应该消气了吧？珊珊，婚礼那天你肯定是抹不开面子，不原谅我。你为了我，连800亿的家产都放弃了，3年的感情怎么可能说没就没？
我不要家里一分钱，我自己挣钱。3年，你们给我3年时间。女人嘛，都心软。等过几天她气消了，肯定会来找我的。快点，我要迟到了。这破地方，她都能住3年，那女的估计爱惨了我，怎么可能和我彻底分手呢？不行，我再等她苏珊珊1天。如果她不来找我，那我就勉为其难去苏氏集团堵她。苏氏集团的乘龙快婿，这个位置始终是我的。等我当上了苏家的女婿，万丰集团的小主管算什么？整个苏家的钱还不都是我的？看什么看？哼！等我进了苏氏集团的门，你们这些人，统统给我卷铺盖走人！先生，请问您找谁？我找苏氏集团的继承人苏珊珊。您有预约吗？预约？我找她还需要预约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不管您是谁，没有预约不能进。你放开我！我是你们苏总的未来女婿，你拦我，你知不知道你拦的是谁？先生，你再这样，我叫人了。这人谁啊？疯了吧？又是个想攀高枝的。笑什么笑？你们知道什么？苏珊珊为了我，连800亿的家产都放弃了。正门需要支援，有个闹事的。这什么人啊，在人家公司门口闹什么？求原谅，这是出轨了还是咋了？你看他那身打扮皱巴巴的，像3天没换衣服了。这男的够拼的，大庭广众下跪。拼什么拼？丢人现眼！先生，请你离开，这里是公司正门，不能在这闹事。我不走，我要见珊珊，见不到她我就一直跪在。门口有人闹事，需要支援。你们凭什么赶我走？我是你们苏总的未婚夫。苏总的未婚夫，就这年头，什么人都敢说自己是豪门女婿了。我说的是真的。苏珊珊那女的为了和我在一起，放弃家里100亿家产，和我睡了3年出租屋。你这剧本哪儿抄的？我也想去拍短剧。珊珊，你看见了吗？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小苏总，这次的项目合作，我们石海集团可是诚意满满。这份合同我亲自盯着法务改了7篇。赵总有心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能跟苏氏集团合作，那是我们石海的荣幸。下面怎么了？闹哄哄的。没什么，一只苍蝇在嗡嗡叫。赵总，第3条的利润分成比例，我觉得还可以再谈谈。果然虎父无犬女，好说好说。那肯定，我苏氏集团的继承人早该如此了。赵总，听说你们公司在东南亚那边也有布局。我们在越南和泰国都有工厂。如果您有兴趣，说说看。
领取断奶当奶柱在经行机上，我要介入发展。非常远了，我竟是出现了全新的不喜要的需求。这都第2天了，他还跪着。昨晚就没走，下班路过看见他在这儿，今儿早上班还在。听说是苏家大小姐的前男友，被人甩了不甘心，不甘心就堵人家公司门口，这不是耍无赖吗？你已经在这儿跪了1天1夜了，严重影响我们公司的正常秩序，请你马上离开。我不走，见不到珊珊我死也不走。先生，苏总说了不见你，你跪到明年也没用。那是他还没消气，他为了我能放弃800亿，他不可能不要我。800亿，这人是不是有妄想症？我看是跪傻了吧。各位观众，我现在是在苏氏集团大楼门前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一名男子已经在这里跪了1天1夜，自称是苏氏集团继承人的前未婚夫。先生，请问您为什么要跪在这里？您和苏氏集团的苏小姐到底是什么关系？珊珊是我老婆，我们在一起3年了，她为了我，放弃了800亿的家产，跟我住出租屋。拍下来，拍下来，这素材够劲爆。那您为什么要跪在这里求原谅呢？只是因为婚礼那天，我父母要珊珊给他们敬个酒，珊珊就不愿意了。哎，你们说这男的会不会真跟苏总有一腿？你动动脑子行不行？苏氏集团的千金能看上这种货色？管他真的假的，发到网上肯定火。珊珊，你看见了吗？我会一直跪下去，跪到你原谅我为止。苏总，情况不太妙。从昨晚到现在，网上已经有10几个相关视频了，最高的播放量已经破了200万。舆论风向怎么样？目前一半一半，有人说王浩是疯子，但也有人质疑咱们苏氏集团仗势欺人，说人家跪了1天1夜都不出面。还有呢，还有人说苏小姐您是不是真的跟这个人有过感情纠葛，说您始乱终弃。始乱终弃？我女儿被他王家欺负成那样，反倒成了始乱终弃。苏董您别急，这些只是少部分不明真相的网友，大部分人还是站在咱们这边的。问题是王浩这么一直跪下去，记者一直拍下去，对咱们公司的形象确实有影响。今天早上已经有2位合作商打电话来问了。陈总监，你帮我做2件事。苏小姐您说，把婚礼当天的监控录像剪辑一段，发给那些记者，让他们看看王浩一家是怎么对我的。第2，以苏氏集团的名义发一份声明，就说对于恶意扰乱公司秩序、损害公司形象的行为，我们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这个办法好，看他还能跪多久。对了，再加一句，您说，就说请王浩先生停止骚扰，否则一切后果自负，明白？珊珊，你长大了。爸，我3年前就该长大了。苏珊珊，这个男人是谁？你就是王浩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叫我的名字？珊珊，就是他。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我叫林峰，林氏科技集团的独子。我和珊珊从小一起长大。青梅竹马，苏珊珊，我还以为你是什么贞洁烈女，原来你早就找好下家了。我说你怎么这么痛快就把我一脚踢了？原来是攀上高枝了。你是不是早就跟他好上了？王先生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我和珊珊从小一起长大，2家是世交。我出国在外留学5年，今天才回国。你不要污蔑珊珊。污蔑？你们俩刚才靠那么近，当我瞎了？珊珊为什么跟你分手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婚礼那天，你和你父母对她做了什么？需要我帮你回忆？苏珊珊，你好狠的心！我爸妈已经去坐牢了，你还不够吗？居然就因为我跪在你们公司楼底求你原谅就要起诉我！珊珊，你听我说，我爸妈坐牢是他们活该，我不在乎。但你跟我好歹在一起3年，你不能连我也告啊！你不是唯你爸妈的话是从吗？居然在乎你爸妈坐牢？没记错的话，你爸妈好像还是替你打掩护进去的。他们自己做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现在说的是我的事儿。
你这种人是怎么活到今天的？你算老几？珊珊，你让这个外人闭嘴行不行？阿峰说的没错。你听我说！王先生，我忍你很久了。你放开我，苏珊珊，你就看着外人打我！这一拳，替珊珊还你妈勒她手腕的。这一拳，替她还你们逼她下跪的。走吧，林峰。好。苏萱萱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小苏总，王浩这几天虽然没有再来公司门口跪着，但网上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小号，在散播您和林少爷的谣言。查出来是谁发的了吗 ？IP 地址追踪到了，全部来自城中村一个出租屋，注册人是王浩。他倒是挺闲的。除了造谣，他还多次跟踪您，在地下停车场拦截您，试图对您动手。这些行为已经构成了寻衅滋事和骚扰。李律师，之前的故意毁坏财物案进度怎么样了？王浩的父母已经认罪，目前在看守所等待判决。但王浩本人一直坚称东西是他父母砸的，跟自己无关。监控视频里砸东西的人是谁？是王浩本人。翡翠手镯、金条、股权书、车钥匙全部是他亲手砸的。那就追加起诉，故意毁坏财物、寻衅滋事、跟踪骚扰，一条一条给我列清楚。明白。这些罪名加起来，够他判个3到5年了。他不是怕坐牢吗？那就让他怕个够。我这就去办。3到5年，不行，我不能坐牢，不能。狗兄，我就借住一晚。连狗的地盘都抢不过，还来这儿混？我堂堂名牌大学毕业，苏氏集团的准女婿，现在居然跟野狗抢地方住。新来的，你之前干啥的？你们知道苏氏集团吗？知道啊，全市首富那个嘛。怎么，你给他们看过大门？看大门？我是苏氏集团继承人苏珊珊的未婚夫。你们听见没有？他说他是苏氏集团的女婿。就你穿成这样，住桥洞，苏氏集团的女婿？我说的是真的。苏珊珊为了我放弃了800亿的家产，跟我住了3年出租屋。800亿？你知不知道800亿有多少？你数都数不过来。兄弟，你这梦做的挺大。我顶多梦到自己捡了500块钱，哼，你直接梦到800亿。不是梦，是真的。婚礼那天他爸妈来了，带了6000万存折、保时捷别墅、房产证。然后呢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对呀，你要是真娶了首付千金，能跑来跟我们抢桥洞？那是误会，我爸妈。得，别编了。我在这桥洞住了5年，见过吹牛的，没见过你这种吹法。苏氏集团的女婿盖的纸板都是捡来的，你看那2条狗，住的地儿都比你干爽，连狗都看不起你。你们懂什么？珊珊只是暂时生气，等她消气了，自然会来找我。到时候我还是苏氏集团的乘龙快婿。行，你是乘龙快婿，乘着癞蛤蟆的龙，快被狗撵走的女婿。这桥洞住过破产的，住过赌输的，住过被老婆赶出来的，住过做梦的，倒是头一回见。让他做呗，反正明早上起来，他还是睡在狗屎旁边。王浩，你们怎么找到这里的？王浩，你涉嫌寻衅滋事，
跟踪骚扰、诽谤等多项罪名，现依法对你进行拘留。别跑！放开我！我没犯罪，你们凭什么抓我？你网上发帖造谣，跟踪苏氏集团继承人，在地下停车场拦截骚扰，这些够不够？哟，乘龙快婿，你的龙来了。不过是警车，跟我们走。放开我！我没犯罪，珊珊是爱我的，她为了我放弃了800亿，她会胜诉的。都这会儿了还做梦呢？他爱我，他为了我放弃了800亿，珊珊不会告我的。你们知道吗？他跟我住了3年出租房，给我洗衣做饭，他离不开我。苏氏集团今日正式宣布，继承人苏珊珊女士即日起出任集团副总裁，将带领集团一路。珊珊，珊珊，是我！你看我一眼。坐好。她是我老婆，我是苏氏集团的乘龙快婿。乘龙快婿，乘龙快婿。珊珊。珊珊，珊珊，小苏总，刚接到消息，警方在桥洞抓到王浩了。律师说数罪并挂，至少3年以上。过去1年，在苏珊珊副总裁的带领下，苏氏集团营收增长15%，市值突破1000亿大关。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小苏总致辞。谢谢大家。这1年的成绩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全体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明年我们的目标是海外市场，大家一起努力，再上一个台阶。刚才小陈跟你说了什么？没什么，一只苍蝇终于被拍死了。珊珊，这1年你做得很好，我当初还担心你接不住这个担子，现在看是我多虑了。苏氏集团交给你，我很放心。你老爸我啊，可算可以卸下担子退休了。谢谢大家，明年我们一起再创辉煌。快点儿，我要迟到了。来了来了，趁热吃。珊珊，我那件蓝衬衫记得用热水泡，领口脏。知道了。妈，我没空回去吃饭。珊珊在医院膝盖破了点皮，怎么伤的？进去。推了个人被车撞了一下。快走！磨蹭什么？咱这是红毯呢。我不是犯人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。不是犯人，判了4年，不是犯人是什么？等着吃牢饭吧。我出去，我是被冤枉的。少废话，再嚷嚷有你受的。浩浩，你怎么也进来了？我们当初不是已经把你摘出去了吗？对呀，我们都替你担着了，
你怎么还是进来了？放我出去！我不该在这里，都是你们的错！安静！当这是菜市场！放我出去！为什么？你们还有脸哭？都是因为你们，全都是你们的错！要不是你们在婚礼上闹事，我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你听不懂吗？你们毁了我的一生！我本来应该是苏氏集团的乘龙快婿，800亿的家产等着我，是你们亲手把这一切都毁了！浩浩，妈也是为了你好啊！妈当时不知道他家那么有钱。你不知道，就可以骂他是野种，就可以拿镯子勒他手腕，就可以让他下跪敬酒。你们对他好一点会死吗？说2句好话会死吗？只要你们当主别墅，对他客客气气的，我现在就是苏氏集团的女婿，住别墅开保时捷，走到哪儿都有人叫我王总。你为了一个女人这么骂你爸妈？她不是普通女人，她是苏氏集团的千金，800亿！你们一辈子见过那么多钱吗？你们给过我什么？你们只会拖我后腿。我养了你28年，供你上大学，给你买房付首付，那点钱够干什么？人家苏家随便一个镯子就3000万，你们呢？你们给了我什么？你们给我的只有穷。王浩，你说这话还有良心吗？良心？你们要是有良心，就不会把我害成这样。你们知不知道我在桥洞里跟野狗抢地方住的时候，心里想的是什么？我想的是，为什么我要投胎在你们这种穷窝里？我们替你顶罪，你在外面逍遥快活，我们在里面蹲了这么久，你来看过我们一眼吗？那是你们自己要顶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好，真好，我王建国养了个好儿子。哟，这一家3口整整齐齐呀！爹妈儿子齐了，这是来监狱开家庭聚会呢。少废话，快走！一家3口一起坐牢，老子蹲了8年，头一回见这种场面。可不是嘛，见过夫妻一起蹲的，见过父子一起蹲的，一家3口齐上阵，还真是活久见。这一家子过年都不用串门了，牢房里直接团圆。人家这是全家福，监狱定制版。一家3口蹲大牢，这年头的新闻都不敢这么编。铁窗含泪也得凑一块儿，活久见。